哼，权奸狗患，他竟然威胁我，让我替他藏匿赃款，简直是无耻之尤。父亲息怒，咱们庄家祖上世代经商，父亲在义南商贾当中又素有威望，疏通关系不过是一言之令，难怪这裴掌印他会有求于您呢。你称那个逆贼什么？裴掌印？父亲误会，那阉贼阴险狡诈，权势滔天，儿只是担心。该担心的是他，我已警告他，今夜便写奏折，明日早朝上禀天听。且看这贪污乱政的罪名，他是否担得起？父亲不要糊涂啊！这裴公公势大，欲想动他，如蚍蜉撼树。哼！你想让我沦为阉党爪牙，遭天下人耻笑？儿不敢，儿愿代替父亲去求见裴掌印，向裴掌印道歉求和，或许此事尚有转圜余地。父亲，莫要去送死，搭上全家人性命！混账东西！不孝逆子，跪下！不逆不孝的东西，丢人现眼的孬种，没有骨气的软骨头，那些书都读到你的狗肚子里去了！你看我今天不好好教训你！庄汉良得罪裴掌印，可我不想死。招来的祸事由你自己承担。我已遵从掌印之命，庄汉良已死，求掌印垂怜。从今往后，愿一生重您为主为父，效犬马之劳。从那之后，我便藏身暗处，利用义南商会替裴大夫洗清赃款，置换田宅，成了他最受宠的一子。他也将手中财产悉数交予我代为掌管。我每日提心吊胆，如履薄冰，怕东窗事发，怕庄家覆灭，无一夜安眠。后来，我便借由裴大夫的信任，缓缓下毒。可裴大夫死后，唯一的靠山倒台，我又心生惶恐，时刻担忧罪行暴露。任何人我都不敢相信，包括至亲家人，惶惶不可终日。你答应过我，只要我向你发问，你便如实相告。那你告诉我，裴党一子到底是不是你？是我。你求娶于我，却不将此事提前告知，难道是想将我从一个火坑拉出来，又推入另一个火坑？韩嫣，你还在想嫁给他？他害我们全家上法场，险些杀头。若不是我狱中时机，胁迫他交出无有之尸首，你早成孤儿了。你怎么能把自己托付给如此险恶之人？胁迫？狱中你我相会那日，我暗示你去寻无有之下落，你一去不回。眼看天亮就要上刑场了，我迫不得已铤而走险，让狱卒还复云信来狱中与我相见。庄大人，你急切唤我过来，是要承认了？吴有之跟我说过，他发觉你暗中调查他的底细，因此惴惴不安。此后不久，他便失踪了。你定然知道他所在何处。你把他杀了。无稽之谈。得了，我承认，我是裴党一子。那好，我将罪状拿过来，庄大人签字画。
既要拖他下水，总得拿出点证据吧。如此玄冥时刻，谁愿意轻易将救命令要示人呢？傅大人只需知道我庄世阳绝不会拿我庄家满门性命来做儿戏。当真有此事？是。所以，你放任我带走无有之尸首，还有后来免职、受刑，全都是为了自保性命而已。那日在南山医馆，难道你早知我躲在窗外？那些话都是故意说给我听的。是沐风先瞧见了你，我是后来才得知你在窗外。那日狱中，我确曾受庄世阳胁迫，但在那之前我就已经下定决心，将吴有志的尸首给你，成全你去解救家人。你还要我如何信你？我说过，我并无害你之心，无论我是谁，这一点都不曾更改。你口口声声公职大理寺要惩奸除恶抓义子，如今看来，不过是世人皆错以为义子只有一人。只要将庄世阳抓住，你便从此高枕无忧。自我进京以来，你看似一次次帮我，却不过是为了利用我，胁迫我，将我当做一颗为你引出提嘴羔羊的棋子，将我玩弄于股掌之中，是也不是？一开始确实如此。难道如今变了？你想告诉我，你对我动了真心？若我说是呢？韩言，你没收他蛊惑。你闭嘴，庄世阳！你以为你算什么好人？你不认为父了？为何？因为爹爹认贼作父，对不对？我那是为了救庄家一门的性命，我把蛊咬碎嚼烂，吞入腹中，一个人扛着。我只要守住秘密，带入黄土，就不会有人查得一丝罪证。如今却自家人打自家人，韩言，还有爹怎样？你别再装腔作势，满口假仁假义。你当真以为母亲没有将一切事情告知于我吗？祖父被你害死，却有我这赤脚鬼顶罪，是为何？母亲双腿残疾多年，是为何？当年阮家一夜败落，又是为何？你可能将这一切与我全都分说清楚。当年你祖父弥留之际，大理寺觉察古怪，欲彻查此事。正好此时周如因给你冠上赤脚鬼的污名，将祖父之死栽赃于你。我只是顺水推舟，但绝无意要害你性命。虎毒尚不食子，你可是我亲生女儿啊！你不必再狡辩，你说的这一切都不是你作恶的理由。还有一件事，不如今夜全都说了。庄大人喜好烹饪，熟悉医理，当年雨晴中毒而死，只怕此事与你也脱不开干系吧。当年事发之时，我已摸查到裴大夫私产的线索，但线人却在一夜之间死绝，家中酒菜也遭人暗中下毒，是你察觉风吹草动，怕我查到你的头上，你才想要将我毒死，却不想阴差阳错，反毒死了雨晴。我猜的没错吧？雨晴确实被害死，但凶手是她的丈夫，就是你。若不是你招惹是非，雨晴的怎么会死？费玉溪，庄世阳，
难怪权倾朝野的裴大夫会选你们二人作为他的亲信义子。这京城当真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，怪不得母亲想尽办法也要让我远离这是非之地。怪不得傅少卿与我初见那日，便警告我，说这里是京城，叫我不要后悔。那我现在便告诉你，我确实后悔了。我从一开始就不该踏足这座阴司地狱，否则也不会被你们这些魑魅魍魉百般算计。他辜负了你，是我自作多情，自作自受罢了。你如此伤心，只是因为他骗了你。我不该伤心吗？若有人骗我，我只会想杀他。只有你骗我时，我才会难过。你是想说，我对他付出了真心？不过镜花水月一场，如今幻象已碎，一切都已回到原点了。你可还记得，你最初最想得到的东西是什么？我记得。有一个家，有来处，有归处。那你可曾想过，如今你已如愿，你有了母亲，便再也不是无家可归的孤儿。柴静，你随我一起走吧，以后我的家就是你的家。去哪儿？我们随母亲一起，永远离开这是非之地，永远都不再回来。为何突生这般变故啊？我心意已决，母亲不必再问。只是我曾在儋州结交一位挚友，他是个孤儿，名唤柴静，如今独居京郊，我想带他一起走。只要一切随你本心，我便一切应允。那一纸和离书，明日我必定拿到。阿珍，怎么还不去睡觉啊？爹爹呢？怎么一个人坐在这里喝闷酒？爹爹骗了一个人。祖母时常跟阿珍说，骗人是不好的。所以爹爹是个坏人。那爹爹为什么要骗人？
一开始呢，是为了自保，没想到会伤害到他，是我错了。那你认错不就好了？大人的世界啊，没有那么简单。只怕他不会原谅我了。风叔叔也骗过阿芝，但他带了糖葫芦来道歉，还趴在地上学小狗叫，阿芝就原谅了他。弟弟连试一试都不愿意，可见根本没有诚意。阿芝还知道什么叫诚意啊？我当然知道。父亲，相信因果轮回吗？地狱有阎罗断案，凡间有陛下圣裁，信与不信，又有何妨？若是不信，何必日日点着香，镇压祖父冤魂？若我能选，我也不愿意来这人间，碰着轮回。但既已来人间，那我便要活着。即便你们认为我罪大恶极，阴险狡诈、冷血无情，那也只是因为我要活着。既然如此，那便写和离书吧。是你母亲的意思？你只管写下和离书。我与母亲就此离京，你是罪臣余党也好，权臣宰相也罢，都与我们再无瓜葛。你为人子女，怎能离间父母？母亲已于庄家囚困半生，你仍不愿放她自由。咱们庄家最煎熬的时刻也挨过去了，从此就和和美美的，不好吗？你莫要再自欺欺人了。这个家早已被你亲手毁了。你母亲视我明媒正娶，她冠我姓氏，入我族谱，将来死后我们俩也同穴而葬，你何必要拆散父母？你不必再与他废话。你弄错路了。如此喜事，你为何满脸惊惧啊？难道不替我高兴吗？我自然是为你开心。你让羽翼调理身体，是为了治愈你的双腿。怕是你心中担忧，从此以后不能再将我束缚在这后宅之中。这一纸和离书，你没有选择的余地。希文，夫妻20载，你有如此绝情？绝情？陪党一案暂且不提，我不妨替你断一桩旧案。当年阮家一夜败落，宇文长安突然被调离京，你我这段夫妻，是你以何等卑鄙的手段算计而来？这些你都知道。当年圣上为了祭奠先帝，命我父亲起草祭文，你却趁翰林院职务之便篡改祭文，让我父亲蒙冤受罚，不堪重刑而死。只恨我当初被你蒙蔽，才嫁给你这个人兽不如的牲畜。如今朝中仍有家父门生，若重提此案，为父申冤，总能找出一些蛛丝马迹。你猜，一个谋害师长、陷害妻流的伪君子下场会如何？那是因为我爱你，我不愿意你错嫁他人。我原谅你，我也可以不怪你，
只要不合理，你有什么心愿，我都答应你。我此生最大的心愿，就是要你死。我们婚后也曾有几年恩爱时光，我们读书烹茶，我受父亲冤的，都是你亲手为我包扎，你还为我下厨做云泥酥，你全忘了吗？你可知我为何最擅长做云泥酥啊？因为那是宇文长安最喜欢吃的点心。走。主母，共侍一夫多年，总有些姐妹情分。主母为何不告而别啊？和离书已签，我已不是主母，别再这么叫我。姐姐，当真要走？你还想留我不成？姐姐可想清楚了，出了庄府，离了京城，你就什么也不是了。那宇文长安没了官职，你也没了身份，韩燕将来多半许不入高门，你究竟图什么？你若知我此生图谋什么，也不会与我相斗半生。你如今还能问出这句话，我亦不必与你多费口舌。姐姐大度，我却没有想到，你真的能放下过往那些恩怨。我从没真正恨过你，你信吗？我只是可怜你，将自己的大好年华白白地葬送在了庄府之中，受人挑唆，甘心做一枚棋子。主母，你即便要走，还要挑拨我跟老爷的关系啊？你真的是无药可救。今日一别，此生再难相见。姐姐说我无药可救，却不知病灶为何，还请不吝赐教。周如意，你本是一株带刺的荆棘，本有自保立世的本领，但你却生生地拔掉那些尖刺，甘愿做一株只能攀附而生的菟刺花，甚至要这样戕害自己的女儿，难道不可怜可悲？更何况你攀附之人，是一段早就被虫蚁蛀食而空的朽木，不堪一击，外强中干，甚至没有你自己坚韧。但你却从来不敢相信自己有独立生长的力量，难道不是无药可救？言尽于此，好自为之吧。陈嬷嬷，送客。三小姐，富家姑爷求见。傅大人还有什么话说？不多，只有2个字。抱歉。若说完了，便请回吧。关于义子一事，我还有几句话想和你解释清楚。傅大人乃京城高官，我如今不过一介民女，更何况
此事与我并无半分干系，你又何必同我解释？我不奢求你的谅解，只是不想让你带着误会离开。误会与否，都不重要了。你我相识一场，无论你暗藏什么目的，我却终究受过你的恩惠。儋州凶案，柴静入狱，都是你暗中相助，我才不至于落得最坏的结果。这一拜，你我自此两清，再无任何恩怨。庄寒夜，你还记得除夕夜我曾送你一只风筝？自然记得。我只送风筝，不送丝线，并非想要束缚于你。若非要丝线牵引，才能得高飞，不如零落成泥，碾作尘，只留一缕幽香徜徉人间。这也不失为一种自由。这是我此生心之所向。我想，也许是你今日心之所往。只怕今日一别，此生再难相见。我祝你从此自由，不必再做冬日北上的孤雁。多谢。今日一别，你我各自珍重。20年前踏入此门，不想到了今日，才挣脱这桎梏牢笼。韩燕重归家门时，也没有想过，有一天能够与母亲携手走出此门，再不回来。希文呐，可以出发了。放心吧，你宇文伯伯雇了人，会平安地把我们送出京城。你接上你那位朋友，咱们京郊10里驿站再会合。好，宇文伯伯，你与母亲一切小心。放心吧。走了。小姐，这马套的不太舒服，您稍等，我给它重新收拾一下。师傅，你看着有些面生，不是我家车夫。我是贵府从车马行雇来的。我家有2辆马车，为何还要雇你？这我就不知道了，应该是府上另有贵人，今日也要出行。小姐，怎么了？师傅，
借你一匹快马，你们在此处等我。今日这场景，我苦等了20载，终于等到了。不知为何，心里总是惴惴不安，总觉得像做梦一般，只怕梦醒之时，又失去眼前的一切。人生何尝不是大梦一场？只求在梦中能得片刻欢愉。梦醒时分，今生无憾。宇文先生，感谢你等我这么多年。你还喊我宇文先生吗？就该如当初，唤我一声长安。长安。你放心，我虽不是韩烨的生父，但可尽生父之责。日后，我努力成事，弥补他此生遗憾。其实你不必如此。希文，我心甘情愿做你们余生港湾。风雪来时，供你们休憩、避难；岁月安好时，便和你们一起行遍四海，看遍世间美景，不问西东。哎呀，好了，不说那么多大话了，日后看我如何做便好。哎呀，今日这江醋鱼，我知你从来不好，但却是我的最爱。我觉得呀，这个火腿倒是烹制的和别处不同，你再尝一尝。不同吗？我方才尝过，还觉得是曾经吃过的家常味道。你哪里不舒服吗？别吃了，菜有毒。对不起，这菜有毒。是他。对不起，我们已经今日不少，来不及了。无妨了，希文，今日是咱俩的喜宴，此生就这一次，怎可挺住？来，吃菜。希文，希文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
我想多看你一会儿。好。这些东西你花了很多心思吧？我好喜欢。你喜欢便好。今生能和你在一起，是我的夙愿。花点心思，那又如何呀？让我再看看你。我们现在赶紧拜堂，拜过堂之后就是夫妻，无论生死，即便是到了黄泉路上，也能携手同行。好，好。今日，我宇文长安和阮希文结为夫妻，天地为证为媒。今日，我阮希文与宇文长安结为夫妻，日月可见珍惜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求求还是我连累了你，长安。希文，今日你我已结为夫妻，就算到了阴间，咱俩也永远相守在一起。我不怕，你也不要怕。我不怕。他已走入这战场，不容分身。几分爱，几分恨，不必追问。谁是假，谁是真，还需辨认。畏惧之中求温存，难免悲伤。咱俩已喝下这交杯酒，从今往后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能把咱俩分开了。之前你一直追问我心中是否仍有你一席之地，我今日便告诉你，尚是我俩两情相悦，无论岁月如何蹉跎，你在我心中都无人可替。我毕生最遗憾的事情就是他就没有了灵魂。我本以为
这只是我的一人之念。今天我全都明白了，我真的好欢喜。我今生无憾了。我也今生无憾。成儿，成儿。周世阳，我知道你在。周世阳，我知道你在，为何不敢现身？出来！出来！希文，是不是很疼？果然是你，果然是你！我这一生，父亲暴力专横，母亲怯懦自私，从未有人爱过我。我初入翰林院，虽谨小慎微，却被一帮高门才俊排挤、嘲弄、欺辱。只有你给予过我尊重、照拂，还有爱意。当初我便暗下决心，不惜一切要护你余生。你是我此生唯爱之人，我愿为你牺牲一切。但我忍耐至此，为何你非要背叛我，离我而去，弃我如敝履？赵世阳，只怕你这一生都不明白，真爱是一个什么东西。我是不懂，但你也不懂我。上至父母，下至妻儿，你们又有谁真心爱过我？你不该来怪我。我付出真心，却从未有回应。即使你嫁我，为我诞下女儿，我一直你爱的是宇文长安。若不是你双腿已残，筋肉已断，蜷缩于轮椅多年，怕是早与他私奔而去了。你不配提他的名字，他是端方君子，你是无耻之徒，你永远都比不上他。他毒发之时，是否同步余生？那道姜醋鱼，很合他口味吗？你不喜姜醋味儿，那道鱼专门为宇文长安烹制。他这些年来一直暗中搜集罪证，意图置我于死地，我怎么可能放过他？这道姜醋鱼，保证他吃过之后肝肠寸断而死，以报夺我爱妻之恨。希文，你知我太多秘密，我放你离去，我如何再得一日安眠？只要你说你还爱我，乖乖跟我回去，我这便为你解忧。你这卑鄙小人！你还想谋杀亲夫？
难道就不曾爱我一丝一毫？我此生最大的愿就是杀了你。希文，伤在你身，痛在我心。只要你说一句你爱我，你心里有我便跟你解药。伤害一死，我绝不渡我。不，这不是真话！快告诉我，你心里有我？你是被宇文长安所蒙蔽？你说，你心里有我？就是呀，你此人真的是又可怜又可悲呀！我恨你。你别想脱身，别逃走了！你连骗我都不情愿。母亲，你醒醒！母亲，你醒醒！爱人，母亲，你起来！你起来，母亲，我带你去找大夫。我带你去找大夫。母亲，不走了！你坚持住，我可以救你的，还来得及。我带你去找大夫。母亲，我走不动了，不走了。阿爷，你听我说，此生我只抱过你一次，你陪过我2次，你我父女终究缘浅，就到这儿吧。
我这些年满心仇恨，犹如活死人。可你回京之后，不仅你找到了母亲，母亲也寻回了女儿，更让我感受到被爱的温暖和爱你的喜悦。往后的路，你要自己走了。母亲，你不能死啊！你不要留下我一个人，你不能死啊！生于何晚，死于何去？我此生之遗憾，就是没能陪我的女儿长大。我希望终有一日，能让我们女子卸下所有的枷锁和束缚。虽然我此生再难看到，但我相信那一日终究会到来。就在这一天，我人生中刚刚获得的一丝暖意，再次化作了一具冰冷的尸体。或许是命中注定，我们都不能放过彼此。夕阳如是，已归故土，须留下舆图书册，可助我朝富国强兵，盛世太平。然不慎皆尽遭贼人焚毁，臣等罪该万死！臣等罪该万死！罪该万死！臣罪该万死！微臣庄世阳斗胆骑兵圣上，臣有过目不忘之能，曾随侍大如马飞奥左右，齐心协力绘制编修四海大典，击溃舆图，如今至少记得9成以上。臣愿将功赎罪，将已损毁的舆图文册全部重新摹写绘制，恳请圣上恩允。微臣性命微不足道，但涉及到默写重铸，此乃国之大忌，未免再遭奸人陷害。臣再斗胆，恳请圣上下旨，指派一位得力干将，率重兵护微臣性命。爱卿可有人选？大理寺少卿傅云喜。
三小姐切勿上前，否则杀无赦。他藏起他从前满身疤痕，他忘了他是谁，扮作贵人。夜幕沉沉，庭院深，迷雾阵阵。他已走入这战场，不容分身。几分爱，几分恨，不必追问。谁是假，谁是真，还需辨认。畏惧之中求温存，难免被笑天真。狼烟燃起号角吹，谁能脱困？